是徐罗的贝鲁洛。关于原神 2.6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在周晚上公布了，和真奶的神力灵人即将登场啦。同一卡池还有复刻的风神温迪，以及下半卡池复刻的神里妹妹灵华。洛洛这边一样也整理了相关的懒人包，提供给没有跟到前瞻直播或是想吸收其他补充资讯的肉肉们。若是对于角色卡池不太清楚该怎么抽取的话，像是温迪跟万叶不知道该怎么抽，洛洛也会在稍后的影片中大致提供角色的定位和特性，提供抽取参考。除了整理官方前瞻直播的懒人包之外，洛洛也会补充一些前瞻直播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本次影片中，洛洛也会将直播内容汇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武器、新生物、新怪物、新地图、版本活动、其他新内容补充。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首先登场的上半卡池将会在3月30和 2.6 版本同步更新时装，卡池时间为3月30到4月18。同为角色的卡池中，除了有新角色神里灵人的登场和风神温迪的复刻之外，也会有对应神里灵人的专武新单手剑波乱月白晶晶的登场。但也因为温迪的复刻，武器的另外一把武器大概率就会是周末积碳之师了。灵人中配的声优为赵露，日配的声优为石田章。如果有声优粉丝的话，神里灵人真的是还蛮香的。不过刚好神里灵人和温迪都有类似定位的角色，对于一些肉肉们可能会有选择性困难。接下来肉肉将会大致上带来角色的定位和一些抽取方向建议。神里灵人为5星水元素单手剑角色，定位为主 C 输出位，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暴击伤害。其定位和技能特性和公子达达利亚有些类似，都是水元素 C 位外，一技能也都是附魔水元素后，透过普攻进行高频率的水元素伤害。神里灵人的普攻为5段式的斩击，和神里灵华一样的神里流剑术，一技能神里流镜花释放后，灵人的移动会转化为电步，并进入轮回进化的状态。当开始移动后，在神里灵人原本的位置上会产生一个水影，持续时间6秒。当水影完全形成或是持续时间到之后会破裂，对附近敌人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而在进入轮回剑化的状态时，灵人的普攻会转化为无法被其他元素附魔的顺水剑进行迅速的攻击。每当顺水剑命中敌人后，会替灵人附加浪闪效果，初始最多可以叠加到4层，透过命座解锁最多可以来到5层，层数越高伤害越痛。伤害量取决于生命值趴数，在此状态的灵人虽然无法释放重击或是下落攻击，但可以提高自身抗打断能力。和公子达达利亚一样，若要取消轮回剑化的状态，可以是再按一次一技能切换为原状，或是透过让角色回到后台恢复为原状。而大招神里流水釉会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水元素范围伤害领域，在这领域中会持续从上空不断降落水花剑，攻击范围内敌人，同时提升在范围内角色的普通攻击伤害。从前瞻直播中看到的伤害范围来看，真的非常大，感觉快要大过于该羽的 Disco 球范围，并且大招持续时间非常长，高达18秒，具备后台长时间挂水又增加普攻伤害的辅助效果，但相对能量要求也高，需要80点。解锁被动天赋1，灵人可以直接在一技能释放后直接获得2层浪闪效果，并且在水影破裂后直接获得叠加最高上限的浪闪效果。而解锁被动天赋2，则让神里灵人处于后台时，若能量低于40点时，每1秒会自动为自己回复 1.5 的元素能量。从这边看都还只是灵命的效果，就已经具备等级突破自带珍贵的爆伤，近战能抗打断，后台长时间大范围挂水伤害，提升角色普攻伤害的优势。攻击方式也相当帅气，当前看到唯一的缺点就是大招能量较多，但被动天赋只要解锁就可以在后台恢复，用4命可以能够提升队伍角色的攻速 20%， 满命还能够进行额外的顺水剑攻击，加上本身自带的输出能力和辅助能力非常强势，比起非满命又或是满命的公子来说，副作用真的非常少，而且还能够提供后台输出能力。洛洛似乎感受到公子被威胁的压力。神里灵人的天赋突破材料为周2、5日开放的风雅系列，野服中会掉落的刀型，以及讨伐雷电将军周 BOSS 会掉落的凶将之手眼。等级突破素材为无相之水和纯水精灵会掉落的涤净青金，以及无相之水会掉落的排异之路，还有和神里灵华一样的到期特产飞鹰绣球，以及野服中会掉落的刀型。刀型和飞鹰绣球的采集效率路线，之前洛洛有制作过相关影片。若是要提前开始搜集的话，可以参考影片路线开始跑咯。温迪是5星风元素弓箭角色，定位为副 C 或辅助，其技能特性就是透过风元素伤害打输出，搭配一技能的风场，在大世界便利的探索和风元素扩散，帮助萌新解决许多探索的难关，或是需要快速聚群怪一次有效率的解决。而 Q 大招是全角色最强的洗衣机龙卷风，
巨怪能力十足。相关的角色详细分析可以查看先前洛洛制作过的温迪影片。而在到期版本的迎来后，后续新增了风原万叶这名类似的风元素工具人。虽然其巨怪能力不足以和温迪相提并论，但一技能千早阵也具备能够腾空飞行的效果。长按也有能够让小型敌人绊倒并有中度巨怪的能力，大世界探索也可以用。而 Q 大招更是具备大范围的风元素扩散伤害，并且可以在染上水、火、冰、雷元素后，提升该元素的额外附加伤害。就是因为这个效果，让万叶后续被称作为夜天地的原因，并且在仙境螺旋的出场率居高不下，成为当初没抽或是来不及抽到万叶的人，现在人人都想要的一张人权卡。温迪和万叶的差别就是在于两者皆有巨怪能力。此外，温迪主要是打风伤与扩散，而万叶则是透过元素精通的加成提升扩散伤害。因此，同为搭配风套4件的效果的情况下，万叶在后期若是要打高难度或是高血量怪物的深境螺旋12层时，直接带来的增伤效益会高过于温迪。而温迪若要再提升其在队伍的辅助能力，就建议要搭配武器池加倍的周末阶探之师，提供元素精通和攻击力趴数。若是其他辅助项武器，以雷9万般的队伍来说，将万叶换成温迪就会差很多。只是刚好雷电将军是比较不需要绑班尼特的角色，因此没有万叶时也可以考虑使用雷9温情队。但总体来说，万叶的 Q 大招元素增伤临命即有，也是给想要深渊满星的人非常推荐的角色。而温迪若是用在小怪很多的第9到10层之间，则会比万叶发挥出更好的清场效率。万叶则是适合用来打11到12层高难度关卡，用来增加元素对更多伤害的必备风系工具人角色。在上半武器池的部分，会有新武器波乱月白晶晶，副属性提供的是暴击率，搭配神里灵人的突破爆伤，可以很容易打成漂亮的面板。被动效果为获得所有元素伤害加成，并在队伍其他角色释放元素战绩时，替持有武器的角色叠加至多2层的破碎效果。当持有武器的角色释放元素战绩时，则会释放已累积的破碎效果，形成可维持8秒的波乱状态。每层波碎可提升20%普通攻击伤害，最多40%。满精炼的波乱月白晶晶，这个趴数会乘以2倍，也就是2层可以来到最高80%的普攻伤害提升，想想就觉得很可怕。而虽然这把武器的被动效果是灵人的最佳专属武器无误，但若之前有抽到盘岩节律的话，提供暴击率副属性和生命值加成转换为攻击力的被动效果，也是可以给灵人使用的，因此也可以评估是否需要抽这把武器。至于周末阶探知识的部分，就是一把偏向辅助定位的弓箭系角色所使用的弓，像是辅助项的温迪、9条沙罗都是可以拿的武器。若抽到重复的周末阶探之师，精炼上去的效果很不错，提供给后续如果抽到这把武器的肉肉们参考的使用方式。接下来的下半卡池为单卡池复刻神里灵华，卡池时间为4月19到5月10号。搭配 2.6 版本丰富的活动来看，送的原石非常多，应该可以至少在其中一个池保底一次出5星。而神里灵华和神里灵人都是 C 位输出，因此缺主 C 的可以考虑抽其中一位作为输出角使用。神里灵华在刚推出的时候有着官方亲女儿的美誉，主要为5星冰元素单手剑角色，等级突破后和他哥一样都是增加暴击伤害。而搭配冰套4件的情况下，灵华的爆率大概只需要30到40%左右即可，因此也是很容易就可以有很不错的面板，灵命就可以有很高的伤害，非常适合平民玩家培养的主 C。又冰元素主 C 在游戏中真的是很强势，因此缺主 C 的话，灵华也是很推荐的角色。既然下半角色池复刻神里灵华，武器池大概率也会是先前神里灵华池推出的专武雾切了。虽然雾切和灵华搭配比较没有到外观毕业，但这把武器却有全单手剑中唯一具有副属性暴击伤害的效果，以及全元素伤害加成。除了灵华可以用以外，像是打离伤的柯琴、奢华版的海染套77、奢华版输出项想要一下10万火伤的班尼特等等都可以使用。最后提供给一些在犹豫要抽哪位角色的肉肉们一些建议。其实缺主 C 的就是灵人和灵华选一支入手即可，但看完灵人的介绍后，洛洛觉得灵人跟灵华组一队，感觉也是一队很可怕的涌动队，并且两者皆可脱手打输出，交互循环战场，再搭配风系工具人扩散和巨怪的情况下，似乎有等同于莫甘娜温那时候的可怕涌动。目前洛洛初步的想象队伍会是灵华加灵人加申赫加温迪或万叶砂糖琴，到时候洛洛也会在等时装后做相关的实测和影片分析。不过若是平民玩家2个主 C 真的只能选一支入手的话，洛洛会比较推荐灵华，主要是双兵共鸣的爆率效果很好，而且冰系主 C 的队伍比起水系主 C 的队伍也会好组很多。当然以上只是洛洛的初步建议，有自己想法的或叉 P 党可以跳过。而比较有疑虑的应该是温迪和万叶要抽谁。其实温迪是原神刚推出时第一个加倍卡池的角色，
在当时新手刚入坑的时候，有温迪在探索世界时的效果真的是提升很多，以及一些小怪很多或是很恼人的深渊法师三兄弟的宗室副本，或是深渊中需要守塔的关卡中，也是依附着温迪这名七神，靠他带给我们这些开荒新手们的感动。而莫甘娜温队伍在搭配温迪的情况下，也是能在安逸的涌动环境下具备高效的扩散破盾能力。只是就如同前面所说，万一的 Q 大招所具备的附加元素增伤效果是温迪所没有的，因此这两者的定位，一个就是萌新之友，另外一个就是核爆催化剂，一个适合前期新手，一个适合后期挑战深渊的老手。但万叶的技能组除了巨怪能力不如温迪外，大世界探索大致上也可以取代温迪的风场作用了。因此如果只能选一名风系工具人的话，洛洛会比较推荐可以再往后等万叶的复刻。而若是有练2队元素伤害队都是需要风系工具人，觉得有砂糖也不够用的话，像是猎人莫甘娜温又需要雷9万般的情况下，可以考虑2个各拿0命。温迪和万叶都是0命就10分够用的辅助角色，培养成本也不高。若主 C 已经足够的话，有打算考虑扩充风系辅助，也可以评估自己的队伍有没有需要。总而言之，温迪还是有其用处，只是若是把目标放在深渊满星的话，万叶应该会是更好的选择。而这次灵人的出现和温迪的复刻，怎么让洛洛有种感觉以后好像会很难看到公子和温迪了呢？总结抽取结论： 1. 已有水 C 像是公子，可以考虑不用抽灵人。2. 已有冰 C 像是甘雨，可以考虑不用抽灵华。3. 缺主 C 的话，可以灵人和灵华抽其中一位，灵华的推荐度比较高。4. 打算等万叶，可以考虑跳过，不用抽温迪。5. 练2队，像是莫甘娜温、雷9万般，都需要一名风系工具人放2队，可以抽温迪，等万叶复刻也抽。6. 想要省里兄妹一起搭捷运打双核涌动，就一起带回家。2.6 版本也会新增2个新的圣物，将可以在新地图层岩剧院的圣物副本中来刷到。第一个沉沙往生路的效果，2件套效果为提供攻击力 18%， 4件套效果为在释放元素爆发后会产生提升攻击力 8%， 维持16秒的前光效果，并且在生命值降低时额外获得攻击力提升 10%， 最多提升4次为 40%。 前光效果会在退场或是持续时间再次释放元素爆发时消失或移除。从这个效果来看，就是枭的专属圣物无误了。先前有抽枭宝的可以期待一下新圣物的效果，而且从这个圣物的外观来看，也是雷夜叉的面具，说不定到时候查看圣物的相关故事，也可以了解到更多背景和彩蛋。第2套新圣物来星余响，2件套效果同为提供攻击力 18%， 4件套效果为普攻命中敌人时会有 36% 概率触发提升攻击力 70% 的伤害效果。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提升攻击力的倍率区，而不是增伤区。而若没有触发成功的话，则下次触发成功的几率将会提升到 56%。由4件套效果来看，很适合高攻速又主要以普攻攻击的角色，像是萧公、达达利亚、菲希尔、神里灵人之类的角色。不过以水 C 的角度来看，先前如果已经有刷到不错的水套，或是水套加角斗2+2套装的话，或许可以不用刷新的圣物。后续等时装后，洛洛也会再测试看看这部分。随着神里灵人的登场，这次也会同步时装灵人的新传说任务剧情《神手博之章》第1幕，以及新的主线魔神任务《回响渊底的安魂曲》。许久未见的戴因斯雷布终于又出现了，我们将会掌握更多关于深渊教团和凯瑞亚的秘密。不知道空和银会不会有可能再见面呢？在 2.5 前瞻版本直播中就有先行预告过关于 2.6 新地图层岩剧院的情报，而在这次的前瞻直播中又可以看到新地图其他更细微的细节，像是在新地图的探索过程中需要佩戴新的道具流明石触媒，要用来照亮附近的黑暗，有点类似目前渊夏宫活动地图中木书之匣的作用，并且在探索过程中也需要搜集类似于龙脊雪山的绯红玉髓素材，用来让流明石触媒加工升级，解锁更多能力，借以增加探索效率。随着流明石触媒的等阶提升，也可以获得4星武器原胚、专属名片、树脂、香芋之源等奖励。地图上也会有一个新的野外素材，类似于鹤关幽灯训的新训。有经历过龙脊雪山和渊夏宫的经验，相信层岩剧院这个地方暗藏的内容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趁改版前好好的养肝喽！从 PV 中也可以看到新怪物以及巨蛇在地底窜动的模样，同时还有一名类似空壳系列的新怪物，一名手持大剑的黑蛇骑士斩风之剑。从前瞻直播画面露出的资讯显示，他的攻击在命中护盾庇护下角色时，会以生命为代价变得更为强大和敏捷，应该是类似扣血变强的机制。这次的版本活动非常多，相对的可以免费拿的原始奖励也就多。首先第一个版本大活动光华荣彩季，可以看成过去风花节形式的大活动，
完成相关活动内容，除了可以拿到原石和素材等奖励外，还可以免费获得行丘1只。从相关的照片所得到的资讯来看，这个光华荣彩祭在道器中插满了8重绳子和雷电将军的旗帜，同时又有能吃能玩的摊位，以及貌似是行丘的新本发表签名会，又有雷电将军的玩偶等等，简直就像动漫展一样。其他的彩蛋像是蒙德和道七2个玩炸药的可莉和萧公也聚在一起了，还有阿贝多有一起来，也有伊斗和托马的对决，温迪在乌有亭喝挂了。五郎和星海会不会有更多关于希娜小姐的事情？其他也有很多角色，像是万叶、早柚、9条沙罗等等，感觉到时候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值得拍照留念的场景。再来乐章新居活动内容，我们可以从蒙德来的诗人那边获得提示，再去道期拍摄对应场景的照片，提供给他的简单摄影任务。先前已经出过几次的机关奇谈活动，这次的机关奇谈也会新增新的灵签和妙签可以选用，并且也会优化整体活动过程的总时长。在一进入场地就会有既有的机关，可以在旁边增设机关或是拆除该机关。孤剑争逐主要是一个剑术比拼的游戏方式，每天可以使用旅行者和武士进行1次比试，过程中不能使用元素爆发或战技，只能透过普攻和格挡的方式。格挡成功也能够获得其他的优势，有点类似 Sekiro 的既视感呢。配合林华擅长且希望大力推广的插花技艺，我们可以去找到花匠，得到每日的花题，去组合出符合的花亭。完成后还可以将花亭摆放到自己的陈歌湖中。有相自西来是有位须弥人，为了某项调查研究，千里迢迢的来到了璃月。我们要在锅子的界面按照配方的顺序，看准指针移动到对应的原料，按下加入，到锅中产出料理。最后制作好的料理还可以拿去陈歌湖邀请角色试吃，每个角色喜欢的料理也不同，试吃完后可以增加角色的好感经验。震惊的研究则是一名来自枫丹的学者，在岑岩剧院的周围发现了震惊的存在，过程中需要连接响震惊和硬震惊，进而产生提升战斗能力的映射效果。需要透过组合2组队伍和2组震惊，也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试用角色，有点类似先前的导能圆盘要搭配对应的 buff 结晶，也是考验玩家对于角色练度还有游戏元素反应和战斗机制的活动。一名道期的插画家少女朝露会希望我们能够帮她拍摄指定的风景照片，帮助她找到绘画的灵感，有点类似之前吉法师到指定场景拍照的内容，只是会稍微不太一样。例如会指定要角色面向镜头，捕捉到角色使用风元素战绩的瞬间。最后 2.6 版本也会有地脉乙勇的双倍奖励，每天消耗3次20树脂打藏经之花或启示之花，领取双倍的摩拉或经验书。其他优化的部分，手机端玩家可以长按头像叫出队伍编辑界面，新手教学的内容会变得更容易查阅，像是增加了可以用关键字搜寻的功能，以及自动记录上次阅读到的位置，图鉴内部分按键位置修改等等。不过洛洛倒是很好奇，你们是那个会很认真看这个区块的人吗？道期篇的第2版音乐专辑也即将上线，将会收录青濑岛、海崎岛、鹤关岛、渊下宫的场景音乐和战斗音乐。不得不说，这些地方的音乐真的很棒，洛洛感觉快要败下去了。最后这一部分是前站直播没有提到，但是洛洛觉得超可爱，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可莉也与红米推出了限定联动无线蓝牙耳机，鲜艳的四叶草红色外壳和耳机，还有多多可故事及外观的限量定制礼盒，可莉标志型小书包的耳机包，并且耳机里面的语音提示，像是蓝牙连接、入耳提醒、断开连接、低电量等等，都会是可莉的原因来提醒哦。定价为399人民币，在小米商城、米游社、万有铺子、京东和天猫开卖，真的超可爱的啦！有人想团购的吗？那以上就是原神 2.6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关于新角色的实测，洛洛也会在正式推出后制作相关的分析影片。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进入柔邦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乐 tuber 露洛洛，我们下次见喽！